今天我们要聊一个最近在马来西亚掀起热议的话题：中国人来马做生意潮。你可能已经听说了，中马两国续签了5年的相互免签政策，而且马来西亚对中国游客的免签时间从30天延长到了90天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旅游便利政策，但实际上它带来了一波前所未有的入场潮。越来越多中国商人、团队、自由创业者，甚至低端劳动力以旅游加创业的形式涌入马来西亚。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商机，还有巨大的冲击。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，这不是好事吗？可以刺激经济，带动就业啊。但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先给大家分享一个真实案例。马来西亚本地华裔摄影师小马最近在社交媒体发文，讲述了自己的困境。他做了9年全职摄影师，以前生意好到忙不过来，1个月 booking 满到没时间休息。最忙的时候，他一天拍3组，拍到手软，连兄弟的婚礼都只能搭红包过去，因为实在抽不出时间。但自从免签政策落实后，大量中国摄影团队以超低价，一套只要299马币抢占市场。小马直言，我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，怎么跟他们竞争？更糟糕的是，这些团队通过后期选照片赚钱，一张照片300马币，客户最后往往花几千块。这只是冰山一角。今天我们就来深入探讨，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带来了什么？哪些行业正在受到冲击？本地人又该如何应对？让我们开始吧。首先，我们来聊聊这波生意潮的根源——中马免签政策。2025年4月15日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，与首相安华会面，续签了中马5年免签协议，并将免签时间从30天延长至90天。据报道，此次访问期间，双方签署了31份合作备忘录，涵盖贸易、投资、能源、科技、农业等多个领域。习近平强调，中马应共同抵制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，并表示支持马来西亚作为东盟主席国的角色，还承诺尽早签署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升级协议。这看似是外交成果，但对马来西亚本地人来说，却意味着更大的竞争压力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涌入马来西亚呢？原因有3点。第一，中国国内经济环境严峻。近年来，中国经济面临下行压力，大量工厂和中小企业倒闭，外资撤离，大学生毕业即失业。根据一些公开数据，中国硕士毕业生起薪甚至低至2-3千人民币。很多人为了生存，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。而马来西亚免签90天，简直是零门槛的理想目的地。第二，货币汇率优势。目前马币对人民币的汇率大约是1比1.5，也就是说，赚到的马币换成人民币有不小的收益。这对很多中国低端劳动力来说非常有吸引力，他们宁愿接受低薪工作，也能赚到比国内更多的钱。第三，马来西亚的营商环境相对宽松，相比新加坡这样法律严苛、监管严格的国家，马来西亚的政府管理相对宽松，甚至存在一定的贪腐问题。这让一些中国人在当地打黑工或从事灰色产业变得更容易，甚至3个月到期后去邻国转一圈再回来，轻松续签。所以，这波生意潮并不是单纯的旅游热潮，而是一场带着商业目的的入场潮。表面上他们是游客，实际上他们可能是摄影师、餐饮老板、电商卖家，甚至是地接导游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这波生意潮还引发了区域性的讨论。习近平访问马来西亚后，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社交媒体转发了一篇标题为“习近平向黑帮老大霸凌东南亚12年后，如今装可怜”的文章，指其执政12年来对东南亚国家展现霸凌姿态，如今却因中美关税战受害
而试图拉拢邻国，显得滑稽可笑。这一言论迅速引发热议，有人认为何经的评论可能影响新加坡对华关系，毕竟淡马锡在中国有大量投资。但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回应称，这是个人言论自由，拒绝了中方要求删帖的压力。此外，有分析指出，新加坡已采取措施防止中国商品倾销对本地市场的冲击。受中美贸易战影响，中国面临美国 145% 的关税压力，可能通过低价向东南亚国家倾销的商品，但新加坡凭借严格的法律和监管，成功限制了这种行为。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，新加坡政府通过加强海关检查和反倾销调查，确保中国商品不会以不公平的价格冲击本地商家。这也给马来西亚一个启示，面对竞争，不能只靠抱怨，而是要采取实际行动。受冲击的行业，这波中国生意潮已经开始对马来西亚本地行业造成冲击，首当其冲的就是摄影行业，但远远不止于此。我们来逐一分析几个正在或即将受到冲击的行业以及背后的冲击点。摄影行业，我们先回到小马的故事。小马是个有9年经验的全职摄影师，靠口碑和介绍积累了一批忠实客户。他回忆说，以前毕业季接单接到手软，一天拍3组，忙到没时间休息，情侣旅拍、闺蜜照、亲子纪念，他一开始就走温馨路线，全靠客户介绍和口碑撑起来。但自从中马免签政策落实后，大量中国摄影团队涌入，以超低价抢占市场。一套拍摄只要299马币，包含化妆、修图、场地，甚至还有短视频赠送。小马直言，我的成本都 cover 不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这些团队通过后期选照片赚钱，一张照片300马币，客户最后往往花几千块。中国摄影团队的优势在于规模化运营、低价策略和快速交付。他们不仅抢走了客户，还拉走了本地的 freelance 化妆师，甚至租用了更多 studio。 小马感叹，我们本地人要付租金、请人、交税，根本没办法跟这种规模竞争。更让人无奈的是，客户如今只看价格和出片速度，忽略了本地摄影师用心设计场景，注重客户体验的努力。小马提到，他会提前和客户沟通，设计场景，甚至记住客户的生日，但他发现客户只关心便宜、快、出片漂亮。他甚至提到，习近平来访当天交通管制导致拍摄客户取消，让他感到雪上加霜。美容与医美行业，除了摄影，美容与医美行业也开始感受到压力。许多中国美容师以工作室式模式进入马来西亚，提供皮肤管理、纹绣、美睫、美甲等服务，甚至还有上门服务。他们的卖点是低价高效，手法更新快，服务时间弹性。比如，本地美容院可能收费500马币的项目，他们只收200马币，而且当天预约当天就能做。这种模式迅速抢占了中高端客户群。本地美容院虽然有品牌和口碑，但面对价格战和高效率竞争，很难不被边缘化。更别提一些中国美容师还带来了最新的技术和设备，让本地商家感到跟不上潮流。比如，有些中国美容师提供韩式半永久纹眉技术，收费比本地低 30%， 而且手法更熟练，吸引了大量年轻女性客户。餐饮行业，特别是中餐领域也正在被冲击。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设小型火锅店、烧烤档、麻辣烫摊，甚至外卖厨房。他们带来的不仅是原汁原味的中国口味，还有熟练的短视频营销技巧。比如，他们会在 TikTok 上直播做菜，或用留学生特价吸引年轻客户。一些火锅店甚至推出99马币吃到饱的活动，迅速吸引了大量 Z 世代和留学生客户。他们的优势在于独特口味、线上引流和快速复制。
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我们有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要告诉大家，我们已经开通会员功能了。现在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大家庭，享受会员专属影片和更多独家内容。别忘了关注才知道，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祝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本地中餐馆可能更注重传统经营，但面对这种互联网加餐饮的模式，往往显得力不从心。更别提这些中国商家还能迅速开分店，抢占更多市场份额。比如，有的中国商家在吉隆坡开了一家麻辣烫店，半年内就开了3家分店，覆盖了不同的商圈。电商与直播带货，电商和直播带货是另一个重灾区。中国人擅长操作短视频和直播平台，懂得如何用人设加剧情加促销吸粉。他们不仅自己带货，还培训本地网红，甚至打造供应链。比如，有的中国主播在 Shopee 上卖中国进口的小商品，通过直播一天能卖出上千件，销售额轻松破万马币。相比之下，马来西亚本地的中小电商品牌如果没有独特定位，很容易被边缘化。中国商家的优势在于算法操作技巧、供应链掌控和内容变现能力。他们知道如何利用平台算法提升曝光，还能以极低的成本拿到货源。本地商家如果不转型，可能连生存空间都没有。一些本地电商卖家抱怨，他们的商品刚上架就被中国卖家用更低的价格压下去，根本没有竞争力。旅游地接与翻译服务，旅游行业也在发生变化。许多中国自由行游客更信任自己人，因此大量中国导游和地接服务崛起，提供包车、翻译、景点定制等服务。他们的价格比正规旅游公司更灵活，服务也更接地气。比如，一个本地旅游公司可能收费800马币一天的包车服务，而中国地接只要500马币，还能提供全程中文讲解和定制行程。他们的优势在于信任链条、议价弹性和社交平台引流。本地旅游公司虽然有资质，但往往缺乏这种接地气的服务模式，很难与之竞争。一些本地导游表示，他们的客户群正在逐渐流失，因为中国游客更愿意选择会讲普通话、懂中国游客需求的地接。教育与才艺培训，在教育领域，一些中国专业人才开始开设音乐、舞蹈、美术、中文培训班。他们以较低价格、硬核教学和升学导向的理念，吸引了一批精英家长。比如，一个本地钢琴班可能收费200马币小时，而中国老师只收100马币，还承诺3个月考级通过。他们甚至会引入中国的教学方法，比如每天练琴2小时的严格要求，吸引了注重孩子成绩的家长。他们的优势在于教学质量、升学导向和家长口碑传播。本地培训机构如果不提升教学质量，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市场。一些本地家长表示，他们的孩子在中国的培训班学了3个月后，进步明显，考试成绩也提升了，这让本地机构压力倍增。中医与传统理疗，最后是中医与传统理疗行业。中国人带来的推拿、刮痧、艾灸等服务，不仅价格实惠，还标榜正宗技术。比如，本地理疗店可能收费150马币小时，他们只收80马币，还提供多种服务组合，比如推拿加艾灸的套餐。他们的优势在于服务多样性、价格压制和口碑营销快。本地理疗店如果不创新服务模式，很难在竞争中存活。一些本地理疗店的老板表示，他们的客户开始流向这些中国理疗师，因为价格更低，而且服务种类更多。本地人的困境，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本地人带来了巨大的生存压力。小马的故事只是一个缩影，各行各业都在面临类似的问题。为什么本地人会感到无力竞争？
主要有以下几点：第一，成本劣势。本地商家需要支付租金、税费、人工等固定成本，而中国团队往往以轻资产模式运营，甚至通过打黑工降低成本。小马就提到，他要交税、请人，还要自己跑流程，根本无法跟299马币的价格竞争。第二，规模化竞争。中国团队往往以产业化的方式运营，比如摄影团队不仅有摄影师，还有化妆师、修图师，甚至短视频剪辑师，形成了完整的流水线。本地商家大多是小本经营，很难与之抗衡。第三，客户心态变化。如今的消费者越来越注重价格和效率，而忽略了本地商家在服务细节上的用心。小马提到，他会提前和客户沟通，设计场景，甚至记住客户的生日，但客户只关心便宜、快、出片漂亮。更让人担忧的是，政府的态度似乎并不明确。一些本地人抱怨，外国团队抢市场，政府却没有出台保护措施。小马提到，政府口口声声说支持中小企业 SME， 但本地 SME 却在艰难支撑，甚至有同行转行去做电商或送 Grab。 他感叹，我们这一代摄影人还能撑多久？有时候我问自己，继续拍下去是不是只是为了不认输？这场冲击也带来了一面镜子，让本地商家反思，我们的服务够接地气吗？我们懂内容营销和平台玩法吗？我们提供了差异化的价值吗？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可能真的需要改变。应对策略。面对这波中国生意潮，马来西亚本地人并不是完全没有办法。以下是几点应对建议。第一，提升差异化价值。本地商家需要找到自己的独特优势，比如更贴近本地文化的服务，更高质量的体验，或者更强的品牌故事。举个例子，摄影师可以推出马来西亚风情旅拍主题，结合本地特色景点，吸引客户。美容店可以推出结合本地草药的护理项目，突出文化特色。第二，拥抱内容化营销。中国团队的成功离不开短视频和直播，本地商家也需要学习这些技巧。比如开设 TikTok 账号，分享拍摄花絮或直播美容过程，吸引更多年轻客户。餐饮店可以拍摄老板娘做菜日常的短视频，增加曝光。第三，联合起来形成合力。单个本地商家可能难以抗衡，但如果联合起来形成本地联盟，就能提升竞争力。比如摄影师、化妆师、场地提供者可以合作，推出套餐服务，降低成本，提高效率。第四，积极监督和举报。对于一些非法就业、打黑工的现象，本地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像小马这样的人，可以联合起来向政府和移民厅举报，维护公平的市场环境。小马提到，如果大家继续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明天被卷死，失业的人可能就是自己。最后，这波生意潮虽然带来了挑战，但也是一次倒逼升级的契机。马来西亚本地商家只有主动转型、升级服务，拥抱新玩法，才能在这场马中融合商业化的新局中脱颖而出。未来，随着中马合作的深入，这种竞争可能会更加激烈，但也可能催生更多创新和机遇。新加坡的反倾销措施也提醒我们，保护本地市场需要政府和商家的共同努力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我们聊了这波中国生意潮给马来西亚带来的冲击，从摄影、美容、餐饮到电商、旅游等行业无一幸免，还涉及了习近平访马引发的区域性讨论。马来西亚的朋友们，你们身边有没有类似的情况？你们又是怎么应对的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和经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价值，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分享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期再见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